这是时尚圈一位传奇的奶奶，超模 Carmen Delolfici， 她今年已经91岁了。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 ，Carmen 就常住在伦敦这家名叫 Claridge's 的酒店里。The one wonderful thing that's still operative is that breakfast comes with the most discreet people who see me in my curlers, my flannel nightgown in the morning, and they never look at me. And it's always, Madam, may I pour this for you? That it's a real treat to have somebody pour something for me. 知道你在梳妆，所以完全不抬头看你，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节，却是Carmen最看重的服务之一。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好奇，有钱人在意的服务到底和我们在意的有什么区别？本期我们要介绍的这部纪录片，来自 BBC 花了整整1年时间跟拍完成的一部揭秘顶级奢侈酒店内部运作方式的影片，名叫 Inside Claridge's。 咱频道的老粉都知道，我们一向乐于揭示老钱的真相，只取材有钱人的真实生活。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部纪录片绝对符合这个要求。Claridge's 是皇室贵族以及全球顶豪在伦敦最钟爱的一家酒店，而这也是 Claridge's 历史上第一次允许摄像机进入拍摄它内部真实的样子。从中你能看到最难搞的有钱人，他们真正心甘情愿花钱买单的是什么，他们会提出什么样让我们无法想象的离谱要求，以及一个6万块钱睡一晚的酒店又是如何满足他们这些要求的，以及在这些酒店里每天服务顶豪的打工人，他们精神内耗吗？首先我们先来看看这个 Claridge's 酒店到底是什么来路。翻开 Claridge's 的历史，你会惊叹，原来要成为老钱的港湾，你得首先够老，而且得和老钱们的上一代发生过关系。Claridge 是一家有200多年历史，坐落于英国伦敦 Mayfair 区的顶级奢华酒店。第一和第二次大战期间，甚至有很多流离失所的贵族直接把它当家主，所以这里也孕育了好几位王子和公主。它是女王生前最爱的酒店。前段时间女王的国葬，全世界王室政要、名流贵宾八方来拜，一部分住在白金汉宫，剩下的就住在 Claridge's。 难怪这家酒店也被大家趣称为白金汉宫别馆。除此之外，世界各国皇室政要来访伦敦，这里几乎都是他们首选的御用驿站，没有之一。还有所有你叫得出名的演艺圈名人，从赫本到希区柯克，从休·格兰特到布拉德·皮特，只要来伦敦都把这儿当家住。女模特安娜·温特来伦敦参加时装周期间也只住这儿，难怪连他们的客服接线员都一副傲娇脸。 And say, "Can I speak to the king?" And the operator would say, "Which one?" 原来一个酒店住太多国王也是一种烦恼啊！难怪有人反映他们的高级套房总是订不到。那你是不是很好奇，这酒店呢到底有什么魔力，能让那么多贵族名流把这儿当家住？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以第一视角，从入住开始，按时间顺序给大家模拟一个 hotel tour。 怎么模拟呢？我把这个长达3小时的纪录片的精华部分浓缩了一下，让大家在10分钟内高浓度的来体验一下这个顶奢酒店的服务到底有多离谱。我们出发喽！首先进入酒店时，你老远就能看到酒店的看门人雷曼，他为你撑起了伞，并和你说好久没见啦。 How are you? It's been many, many years. How long have you been here? No, I was just saying 36 years. How long have you been coming here? 12 years more. Even more than that. 办入住时，你和你的狗在这个保护的和100年前别无二致的酒店大堂里受到了这样的迎接。所有员工都冲你问好，欢迎你回来，好像你从没离开过一样。而你的狗更是在你还在办手续的时候，已经趴在了酒店为它保存的专属狗窝里。员工们事先还开了个准备会，因为知道你喜欢被人认出来，所以总经理吩咐团队，谁见到你都一定要跟你打招呼，千万别怕你会嫌烦。 They are our most regular guests and they special stay, so they should be recognized and known. They love to be introduced. They love to be introduced, exactly. You all right, my friend? Morning, sweetheart. Morning, Martin. 你和你的狗此时的想法是，汪汪汪汪汪，真是太窝心了。我回老家，我爸妈也不会这样对我呀。
算了，我还是走楼梯吧。然而，楼梯里的阵仗更大，员工们早已排练好，站成一排夹道欢迎你。The wheels have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So if they take the lift, we are too many people. Can we do one per step or is it too?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想说，这么大阵仗，好让人尴尬啊？整体而言 ，Claridge's 的服务是很 old school 的，传统而老派。这么因人而异的定制服务，这么老式的迎宾方式，这么老实巴交的服务人员，在今天这个变化如此快的时代，真的是有点格格不入。这里插播介绍一下这位大神级打工人，酒店总经理 Thomas 同学吧。英式贵族气质，德式龟毛灵魂，最强大的技能是永远在线，永远微笑，永远不说 no， 永远说话温柔。Certain things are just done in a certain way. Like when you serve a table, it has to be done a certain way. You know, when you greet a lady, it has to be done in a certain way. When you receive royalty, it has to be done in a certain way. 有关他的做事风格，我们后面会具体介绍。老牌顶奢酒店的总经理，绝对有你想不到的两把刷子。接下来，请你在这3个全世界顶豪都争抢的套房中，任选一间下榻。走进房间，香槟、鲜花、手写信这样的迎宾礼当然不在话下了。而真正让你满意的是，你存在酒店的衣服都被整整齐齐的按照你想要的顺序挂在了衣橱里。酒店床头还放着一个精致的小闹钟，不得不说，这个闹钟也太平平无奇了吧。事实上，这个小闹钟是酒店经理 Thomas 带着团队经过了3轮海选，从100多个闹钟中选出来的。You know, there are 100 alarm clocks on the market. We're seeing 20 or something, which is great. Thank you, but and this is trying to do something that it probably isn't really. I mean, it's pretty, but Style's not quite is this right. real silver? No. Oh, no, it's not. Well, because if we had something like this, it should probably be real silver. Ideally, it would be antique, or it would be a renowned maker. 最后，经过了风格评估、功能评估、黑灯评估以及放在房间里实景评估等多重步骤后 ，Thomas 和团队最终选择了这个看起来最平平无奇的小闹钟，每个只要20英镑。好了，你现在终于可以在沙发上躺平一会儿了。视线所及，没有任何让人眼睛不愉悦的东西，连接线头都根据你坐在沙发上的视线高度而完美隐藏了。完美主义者表示极度舒适。终于要去用餐了，你看到了一个新面孔，哟，羞涩的小培训生好可爱啊！然而他在如何和你尬聊这件事上显然过于尬了。A bit of role playing, okay? Good morning, Miss Cameron. How are you today? So you dress already something? Yes. 因此收到了师傅的现场教学。 Good morning. You slept well last night? Very well, thank you. And your husband will be joining us shortly? Not this morning, I'm afraid. Okay, very good. I'll have that removed for you. 当然，如果你更喜欢在房间用餐，那在这个酒店里的房间用餐绝对是不一样的体验，因为你有私人管家。这位管家叫 Michael，16岁就来了 Claridge's 工作。他最大的特长就是英式幽默，长得让人信赖，以及记得你的每一个喜好。 And for you, Mr. Barker. Makes it nice when you know exactly what we need, right? Monday's my good day. You're very lucky. Monday's my good day. You got your morning papers, Horace? Yes, please. I've already read almost half. Read them already. The good butler's not here. No, you're stuck with me today. But I'm sick for the next 3 days, so you'll have the good butler tomorrow. 还是林语堂说得好啊，英国管家和中国的大厨并列，都是全世界人民理想生活的必备。到现在为止，你有什么感受？反正我自己多少还是有点被种草的。
但这房价真的是有点吓人。于是我想到了前面提到过的 Make it happen 大法。Good morning, Claridge's. How may I help you? Hello, we're calling from China. We learned from your BBC documentary that you guys have an artist in residence program. So, we're wondering if we would be, by any chance, qualified for this program. Is this actually the first time we heard about the program? And that's why we don't know. We do have art space where artists could display your artwork, but you will be hiring a place. So the cost needs to be taken care of by the artist. Yeah. 也挺好的，省去了我还得问 UP 主是否能算作艺术家这个终极问题的尴尬。但确实有人有这个条件一直住在这里，在这儿连住了半辈子的 Melta 老夫妇，他们是来自美国的朴实低调的有钱人，特点是运气好，很早就买了谷歌的股票。40多年前，他们每年圣诞节都会来这里，在标价5000镑一晚的皇家套房里住个10几天。每次他们过来，酒店总经理都会亲自迎接，然后给他们一把能打开酒店所有大门的钥匙，但基本用不上，因为老两口入住期间几乎全待在酒店里。宅在房间干啥呢？答案是和宅在家一模一样。老两口对坐喝茶看报撒狗粮。然而在住了40多年之后的2012年，他们没再回来，听说是因为老太太去世了。酒店就像一个有眼睛有记忆的房子，目睹了人生的很多悲欢离合。看到这里我突然迷惑了，为什么这样一部记录顶豪生活的片子本来应该让人发酸的，可看到这里为什么我感觉我的鼻子有点发酸呢？这个纪录片最聪明的地方是它没有刻意去展现酒店的100年历史或者豪华装修，而是把注意力聚焦在了人身上，而人常常是能让人鼻子发酸的。 Claridge's 的网站有一个专门页面用来介绍几位老员工，每一个都是在酒店干了超过20年没换过工作的，包括我们前面的 Hotel 错里出现过的管家 Michael、 门童雷曼和房间副总管安妮女士，他们彼此就像家人一样，而且都对 Claridge's 和自己的工作感到迷之骄傲。比如门童雷曼就觉得自己做的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 I wouldn't change the job for anything, seriously. What do you like about it? I'm just meeting people in general, looking after people, and gives the pleasure you get from taking care of people when they're happy. I think the official name is Linkman. Linkman between the outside and the hotel itself. Dorman 和 Linkman 一字之差，但对工作性质的理解就完全不一样了。他把他的工作理解成是酒店和外界的桥梁，为自己的工作赋予了这么重要的意义，难怪他会觉得迷之骄傲。当然还有充满英式幽默而且又心细如发的管家 Michael， 据他自己说，他就是很喜欢服侍别人。I like serving people. I like serving people. 真的有人有这个喜好吗？最绝的是，当导演问 Michael 服务这么多有钱人会不会嫉妒时，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 You ever got jealous or envious of them? Never. Why would I get jealous? No, I think, more power to them, it's, they've probably worked very hard for that money, or... No, I've never been jealous of our guests. 也是，没有这样的心态，又怎么能够在这儿心境平和地工作那么久呢？还有房间副总管安妮女士，在酒店作为伦敦奥运会的主要贵宾接待处忙碌完了一整年之后，记者采访了安妮。平日里雷厉风行的她，这一刻却格外的感性。When Noma finished and the Olympics finished, was there like a calm? No, I think it was a little bit depressing personally, because I missed it all. No, I didn't miss it all. I mean, what I mean is I missed the bars and I miss all that. But Did you like the Olympics? I loved the Olympics. Did you watch a lot? I did. Watched a lot. And when it all finished? It was sad. Oh, that's sad. What are you going to watch on the television now? 当然，全片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永远微笑、永远说话温柔的总经理 Thomas。片中哪儿都有他的身影，事无巨细。比如他认为桌子应该拓宽5厘米，为了给客人的手肘多留出空间。光为这事儿，他召开了一个长达半小时的讨论会。每当我看到 Thomas 和团队为了那么一点点小细节，一本正经地讨论那么久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都是：至于吗？
Think about the manager who will be here in 100 years' time. Yeah, well, I haven't now actually just as we spoke, I was thinking, and who will sit here? But what will it be like in 100 years? But you know what? It will probably be a very similar person. Don't you think? 这个回答可是真够自恋的。不过看来他自己也知道自己干这行很行啊。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看这个片子时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同样是打工人，而且做的事情如此单调、细碎和重复，他们是如何能够几十年如一日重复做同一件事，服务同一群人，却不厌烦、不失衡、不焦虑的呢？他们是如何能够在如此平凡的工作中找到意义和价值感的呢？也许这部纪录片还是对酒店的形象做了部分的美化，也许它只是展现了酒店最光鲜的某一个侧面，也许员工们在采访时说的话只是为了让酒店做一个更好的推广，但大家采访时眼神中透露出来的那种温暖和平和，却让我愿意相信这个故事呈现的这个温暖的侧面。所谓世界上最奢侈的服务，其实就是被这些普通人创造出来的。他们工作时的那种专注和投入，好像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它让那些单调、细碎且重复的工作瞬间变成了世界上最好的工作，也让一家看似非常过时的老式酒店成为了最让人渴望的居所。好啦，喜欢这期的话别忘了点赞收藏哦，最后别忘了关注我，这里是天才女友，眼界改变人生，我们下期见。